俄乌战争最终结局的一种可能就是乌克兰被肢解瓜分，东边被俄罗斯占领，西边被波兰收回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，泽连斯基正在掉进波兰陷阱，战争的结果可能是乌克兰被瓜分。路透社报道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于4月5日抵达波兰进行访问，将会见波兰总统杜达和总理莫拉维茨基，并对在波兰的乌克兰难民和波兰民众发表讲话。泽连斯基突访波兰，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援助，但波兰国力非常有限，并没有什么库存的武器装备，而且也没几个钱，连援助的14辆豹二坦克和即将交付的4架战斗机都是自己现役的装备。很显然，泽连斯基不仅需要与波兰总统杜达当面商讨更重要的事务，也有着要动员逃到波兰多达100万的难民中能够服役的人回国参战的目的。因为乌克兰境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兵源荒。今天我要说的重点问题是，泽连斯基正在掉进波兰的陷阱里。俄乌战争爆发以来，纵观全世界，援助最积极、最及时的国家其实是波兰，发挥最重要作用的国家也是波兰。波兰是第一批具体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，也是由于波兰逼着德国同意援助豹二坦克，最终彻底打破西方不援助主战坦克的禁区，大量援助乌克兰主战坦克等重型装备。同时，波兰还最早响应泽连斯基援助战斗机的要求，不仅施压美国等国援助乌克兰战斗机，还率先宣布援助乌克兰4架米格29战斗机。等等此种举动都能证明，虽然波兰援助的力度没有美国大，但积极性绝对是第一名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俄乌战争实际上也不关波兰的事。波兰明知道乌克兰打不过俄罗斯，其他国家再怎么援助也打不过，却为何不惜老本的积极援助乌克兰呢？这就是波兰另有所图的原因了。波兰历史上被沙俄、普鲁士和奥地利3国先后3次瓜分。1795年的第3次瓜分直接导致波兰亡国。1919年，波兰在苏联帮助下复国，但二战爆发后，德国和苏联1939年再次瓜分波兰，波兰第2次亡国了。二战结束后，苏联再次帮助波兰恢复建国，但波兰的东部地区也成了现在的乌克兰西部地区，总面积大约20万平方公里。波兰人一直想把这块土地拿回来，这是不少波兰领导人上任和离任后都在主张的大事，但苦于没有实力和机会。俄乌战争爆发后，很多波兰政治人物认为时机来了，因此波兰认为战争要打得越大越好，不仅要让乌克兰达到毫无抵抗之力，也要让俄罗斯遭受重创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波兰收回乌克兰西部地区这片故土不仅符合形势，也不用采取战争行动。波兰在战争中与美国及北约、欧盟国家站在一条线，都是盟友。到时候趁机把领土拿回来，西方国家也会默认这个行动和事实，甚至还会明确支持。泽连斯基或许不懂波兰，或许懂了，也只能顺势而为，因为现在的泽连斯基需要的是支持者越多越好，根本不管人家是什么目的了。而美国与波兰的目的虽然不尽相同，但延续和升级战争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波兰紧紧地把握好了这一点，他也在利用美国的势力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因此，我可以说，泽连斯基正在掉进波兰的大陷阱之中。泽连斯基或许不明白的是，俄乌战争最终结局的一种可能就是乌克兰被肢解瓜分，东边被俄罗斯占领，西边被波兰收回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